那另外我们来关心对岸的央视最近释出一段影片那看起来是中国大陆在大秀肌肉说是有一架外国的军机侵扰到中国大陆的领空，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画面。你们语音外宾呢 ？This is Skyline Air Force. Attention. You are now flying in our Operation Airspace, which means short process or air safety. 基本上从我旁边飞过去了，而且能看到他们的飞行员压个大坡度之后，把我飞机挂载的一些武器让给他看一下，让他证明一下我是有能力的，我是有武器的，我是可以揍你的。好，你刚刚看到画面上是歼20的飞行员，他有说这个外国军机近到他可以看到对方的飞行员已经这么近了所以两边在空中有一些对峙那我们看到中国央视会特意把这一段影片给释出来，那当然也是要这个某种程度要警告外国那对内也有一种团结的一个目的。那另外呢，我们来看看呢是哪一个外国军机，哪一国其实现在并没有任何的公布，有人说是美国，也有人说是加拿大现在并不知道等一下会请这个将军来为我们分析。不过我们再来看看所谓军机中国大陆的歼10C因为在伊朗对不起，因为在这个印巴战争一役这个大获全胜所以你看到呢，现在传出来伊朗也想买说是伊朗的国防部部长最近去中国大陆访问说要采购这个歼10C 多用途的战斗机，还有先进的预警机系统已经在跟中国大陆的这个解放军的高层在磋商了。那中间有一个蹊跷中间有一个有趣的地方是这一款飞机其实是以色列发起，中国完成的第4代战机结果没有想到在今天成为以色列的空中对手，因为如果伊朗买了，不就跟以色列有对峙吗所以我们再来看看美伊还有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在中东其实某种程度现在越来越复杂了。美国跟伊朗最近有很多外交上面的口水战，伊朗要求认定以美为侵略方这是伊朗的外长跟联合国提出来的要求，说我们被打所以你要去定义你要定义以色列还有美国他们是侵略方他先来挑衅我们，来炸我们所以他希望追究这2个国家的战争赔偿这些相关的责任。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伊朗现在这个放狠话，他说浓缩铀这件事情我不会停止生产我们还要继续做。那如果你美国先排除再次空袭，我才会恢复核谈判因为川普有撂话说，如果你还有浓缩铀，你还继续制造，我就要继续轰你所以你看两边对峙在那里。而另外呢，伊朗的宗教领袖更狠，他对川普下追杀令，他呼吁全球的穆斯林施以断之极刑这是伊朗什叶派的权威领袖色拉兹他对川普还有纳坦雅胡祭出追杀令说依照这个伊朗的法律可以把这2个人断之十字架刑这个很残酷的这个极刑。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川普，他接受了 Fox News 的访问他说拜托我们 B2 很厉害我们投下的炸弹像奶油一样穿过了伊朗严密的福尔多核设施。这是川普受访的时候讲的，他说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全部彻底的给他摧毁了。那另外我们看到 CIA 的局长跟议员讲说，伊朗的核计划因为对工厂的这个袭击而推迟了数年因为我们有打击他这个地底下的核设施所以呢他们的核计划有很糟糕的这个被阻止，所以要数年的时间才能克服。可是之前其实有专家说只延迟了数个月所以现在大家的说法都不一定。那我们再来看看国际间的一些局势，这是发生在塞尔维亚首都的贝尔格勒发出了大规模的抗议。您看到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头去发声，他们要求什么呢？要求解散国会，并且提前选举。那现在这个抗争好像都还在持续当中。
他们的这个总统武契奇说，要保卫国家哦，并且说这是恐怖行为，有人想要推翻国家哦，这是一个外来的阴谋，而且是由外国势力煽动哦。他在暗示说这是美国人在后头哦做一些所谓的策动。可是我们来看看呢，包括过去啊这个很多国家政府倒台哦，其实某种程度都有美国的影子，有美国的手在背后。包括你看到伊朗过去在1979年哦有一个革命哦，当时哦美国是扶植巴勒维王朝哦，那没有办法服众，后来他这个垮台了哦。那另外我们看到土耳其的埃尔多安，这是比较近期的哦。前一阵子他自己讲，他说美国阴谋推翻他的政府哦，那说是后头哦暗中有支持伊斯兰国 ISIS。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川普的贸易包括关税战，现在其实都还没有完完全全结束啊。我们看到包括这个加拿大的部分呢，他说将停止贸易谈判到加拿大取消某些税收哦，它应该作为美国的51州，因为前一阵子加拿大不是要跟他收一些科技方面的税吗？他也很生气啊哦，不过他还是不屈不挠的说，加拿大应该变成我们美国的第51州。我们先请教将军怎么看这个对岸的空中的这一段影片？因为对岸这段空中影片，我看起来是拦截外机，我认为是美国的 P8A 跟 P8B 的可能性高，加拿大的可能性比较低，因为加拿大比较远。然后中国大陆派的这一架的照片的话，这是歼16。那歼16，它后来那个影片里面放的时候啊，我看也有歼20出来，因为它那个机翼跟它的压抑，像这就是歼20了，这就是歼20，这个是那这个后来放的这个又是歼16。这一段就是歼16，所以它歼20跟歼16是不是两个机种同时出动去拦截美国的 P8A 海上反潜侦察机？我认为这个可能性高，因为看到飞机，因为他们有拍那个他拦截的被拦截的飞机，所以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的动作是比较积极，它不是光只是广播驱离，它现在用行动驱离。行动驱离之后，它的歼16的飞机还丢了火焰弹。把它做一个警告，你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因为火焰弹丢出去了，就算是白昼那么亮的天，火焰弹的亮度还超过那个亮度，一看得非常的清楚。我认为它的这方面的驱离的行动是比较强势的。中国大陆随着它的军力的提升，它的驱离的这方面的姿态也会比以前来的更硬。然后我们先来看伊朗。那伊朗这个国家是希望能够获得中国大陆的歼10C1，因为1的话是外销版。是，那外销版，我认为伊朗要克服3个障碍。第一个，它钱够不够？伊朗现在那么穷，因为经过40年的经济制裁，这个伊朗这方面的国防预算是相对的压缩，相对的受限。买飞机没有那么便宜啊，不是买一般的这些传统的冲锋步枪或者一般的地面的甲车或者是坦克那么的便宜，是比较贵的。我认为钱够不够，伊朗要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他现在又经过这个以色列对他的攻击，美国的这个 B2 的轰炸机对他的轰炸，他可能更穷，他很多事情还要去复建，还要去重新建设，有没有办法去拿出这笔钱都是问题。就算是分期付款，也所费不赀哦。那第二个，我认为他训练，因为伊朗他没有空军几乎没有了，以前的 F5也好 ，F4U0战机也好。也包括 F14，通通都不能用了。它空军要从初教机开始学起，初教机完毕之后，要向中国大陆买初教机，还买高教机，才买用歼10C。它不可能飞行员一步到位啊，初教、高教，然后再来飞歼10C，这一系列下来，没有5年、10年，伊朗的空军是没办法成功的，你这些都要时间呢。那这些飞机初教机跟高教机也要向中国大陆买，因为它是一系列的训练。第3个问题就是伊朗的组合训练，这个组合训练、系统化的训练，还有空中跟地面的雷达管制官，还有空中的这个预警机，它要互相做链接的。这个训练呢，伊朗完全没这个经验，还要靠时间，靠中国大陆他的种子教官也好，或者是他甚至送到中国大陆去受训也好，这个都要花很多的时间呢。对，所以伊朗空军想要成立有战力，那是5年后，对，或者10年的问题了，没有办法一时半刻就达成，没办法，这个非常耗时间。是，来请教亮哥，这个伊朗要建构空军，因为他那个 F14 2.5代，那这个至少是4.5代啊，还有要建构防空体系，
我认为跟发展核武是冲突的啦，冲突的，因为他没有那么有钱呐、发展核武很费钱呐、有人说那个1万台的那个离心机，你如果要继续运作，一天就要烧150万美金，一天哦，那这样一年5亿就没了。对，他国防部的预算只有20亿美金，这么少，革命卫队大概60，可是空军是国防部负责的。 OK， 那你去想嘛，目前传出来他是要买40架，因为伊朗太大了对， ，40架以中国卖的价格，我估计一架好歹也要卖8000万美金吧，那这样就30亿了。你怎么会有钱？他用油来换呢？中国拒绝，拒绝哦，因为他没有信用。他曾经赖账嘛。历史上他曾经赖过中国的账，所以中国要求用现金。所以我跟你讲，他问题多了。那个国防部长去青岛，然后去参访052D 啊军舰，然后歼10C，然后防空系统红旗9，哇，我要买，我都要买。都要买就没用啊，你没有钱嘛。你去叫你们的革命卫队把核武给停了吧？你觉得他们不需要核武吗？不是嘛？问题是你没有钱嘛。他只能选择。本来就是啊，这个那难道他不需要防空体系吗？你看被以色列炸成这样，就表示他长年以来防空体系跟空军对以色列来讲几乎是零嘛。对，对不对？那海军也几乎都没有啊。所以你这么偏颇的一个国防的发展，就只有导弹跟无人机，然后你还坚持要先发展核武，而且你因为坚持发展核武，所以美国就联合西方来制裁你，对，而又造成你经济难以发展。你去想想，伊朗这个国家那么大、是，将接近9000万的人口、GDP 只有4060亿，4060亿，台湾的一半都不到台湾是8200亿这个国家基本上就是大而弱嘛。那你处于这种情况，你还坚持要发展核武，然后你经济已经被制裁了，对不对？那我说你既然要这样，那你就学金正恩嘛，北韩就整个疯了嘛。我就是要发展核武，那我被制裁我不管，可是我好歹我不会泄密啊。结果伊朗是又想开放又想发展核武，世界上哪有这种事啊？结果你里面被渗透光了。所以我跟你讲，它问题可多了。所以一个国家要选择目标，有时候要有阶段性有时候要做取舍我认为它两个都大乱。两个都大乱，所以他现在要抉择。本来就是，比如说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发展原子弹的时候，哪敢对外开放啊？对，就直接封锁。那就1964年开始炸了嘛，那个时候才敢慢慢的恢复跟人家交流，不然那时候苏联还要去炸它，对不对？所以金正恩也是嘛。事实上，当年的印度跟巴基斯坦也是这样那你现在里面又有亲美的。那又有人要发展核武，那革命卫队对川普讲那种死话，那你不是让川普更想搞你吗？没错。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国家的目标就是混乱那明明没有那么多钱，那什么都想要发展，不可能这样做了。所以内部要重新整顿一下，内部要重新先凝聚一下，才有未来啦。来。大中老师，对，因为现在这一次美国到底对伊朗打击的程度核设施浓缩铀到底多少？那如果是被攻击的这一帮伊朗一定是会尝试轻描淡水，这个轻描淡写了。那到底程度如何呢？如果是川普的讲法，但是摧毁。那如果是根据美国国防部这个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公开记者会，应该至少是重创。那 CIA 的这个局长在公开的发言里面，大概都是说我们让伊朗这个浓缩铀的这个进程往后退了几年。但有些美国的媒体是引用一些匿名人士，他用的资料是 DIA 国防情报局给国会议员的那个内部的这个机密资料。那 DIA 的讲法就比较保守一些，他说可能是后迟了大概几个月之久。但不管如何，是有重大的一些影响。那我还是会认为说因为现在伊朗，我觉得他口径上可能不能太软弱，所以他
讲了很多的狠话啊，包括说我们绝对不会停止这个浓缩铀的这个事情哈，因为这是我们国家的权利。因为为什么呢？因为 IAEA 国际原子能总署在他的报告是说，伊朗在这个被轰炸之前哈，大概有400公斤浓度在60%浓缩铀，啊，这个是处方到这几个地点。那在攻击之后到底剩多少，不得而知。那也有些媒体的讲法是说有被移转，但不管如何，我认为最后还是会上谈判桌。但是在到达那一步之前，我觉得伊朗该讲的狠话、该显现的姿态，他大概不会停，大概不会停手。这是我们我所比较预料的这个方向。是我们来看看9月3号中国大陆要举行大阅兵哦，已经请了包括这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京来。那现在呢，我们看到中国还计划邀请川普也来。如果真的2个人都同意了，那3个人同框这样的画面有可能出现吗？一起在看台上面阅兵哦，那真的是历史的镜头哦。不过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普京是已经确定要出席，可是川普会不会去呢？现在还不知道。那我们看到呢，中国是否计划邀请川普参加9月在北京举行的阅兵？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是这样讲哦，他没有评论，没有可提供的资讯，所以现在都还在媒体的放话的这个阶段。那另外，我们看到川普他最近接受了福斯新闻的采访，也提到了北京，提到了中国大陆他强调美中相处融洽外界解读说这是要淡化北京的敌对行为他特别还讲说，中国大陆正在支付可观的关税啊我们相处得非常好啊。可是我们看到实际的民间这个层面。包括这个《侏罗纪公园》的系列电影，最近最新的一部在中国要即将上映了。女主角史嘉蕾她也亲自到中国大陆去宣传有首映会。我们来看到，包括记者也访问她说，你要去吃一些中国的食物吗？她说我喜欢吃火锅那另外呢，我们来看看史嘉蕾她有一些画面在中国大陆接受访问，我们来看看。Hi, China. Scarlett Johansson here. I'm so excited to share that I'll be coming back to China, and this time I've got company. Maybe we should make it quick. We heard that China is home to some of the most fascinating dinosaur discoveries and legends that go back centuries. See you soon, China. Honestly, I was so excited that I was like, we have to come to China. Honestly, we have such amazing fans there, and it has not been disappointing. Scarlett 说她指定的一定要来到中国。好，我们看到的这个西方的女明星，好莱坞的女明星呢，当然为了这个宣传影片现在也恢复到中国大陆去做宣传。那中国大陆毕竟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没有人愿意放弃。那在 AI 的部分，像是辉达黄仁勋最近也延揽2位清大出身的，看起来非常强的2位工程人员他们曾经开创模型。匹敌 GPT-40 这样子的一个model， 我们看到这2个人的背景介绍，一位是朱邦华，一位叫做焦建涛他们都是北京清华大学相关的一个学系这个毕业，然后呢分别有到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来念相关的工程。那他们也都在 Google 啊、微软啊这些单位实习过。这位先生焦先生，他是在史丹佛大学做电气上面的研究所以其实。这个黄仁勋呢，不断的说中国大陆在 AI 方面的人才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他不断的吸收这样的人才来。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美国也有一些青年的访问团，就像过去我们台湾也派出很多青年访问团到中国大陆去做一些交流像这样子的交流呢，重点在于他们参观像是腾讯总部在深圳，还有比亚迪以及中国大陆在 AI 啊、电动车啊这些领域的发展对于这些年轻学生来说都是很大的收获。而川普呢，他的关税的谈判进行到哪里呢？7月9号 deadline 就是他的关税大限要到了。之前他曾经说不会延长那到时候会发给各国一封信，告诉你的关税几趴就是几趴那可是呢，他过去曾经有反复的这样子的行径所以现在大家也都在猜他到时候会不会再延期。而另外我们看到呢，川普最近很开心在这个场合，为什么
你看他笑得这么灿烂，还竖起大拇指，那是因为阿波罗首席的经济学家斯洛克最近说，川普的关税政策可能玩赢所有的人，他是 winner 啊，这样子称赞他，所以川普非常的开心。来，请教亮哥。最后那个就不评论了，那个就是纯拍马屁了。这个川普要不要参加93阅兵？这个比较耐人寻味了。他如果去了，他大概就会觉得美国阅兵像散步。我觉得大陆也是蛮有心的啦。这是要来让你看一下中国军威壮盛。所以你在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行为也要戒慎一点啦。不过我就认为川普9月会去，他会去可是不一定是9月3号。OK， 因为目前有2个来源同时传递消息，一个是日本共同社，他就直接讲说川普要去，然后另外一个是 Nikkei Asia，都是日本的媒体。对，那 Nikkei Asia 是非常亲美的，然后日本共同社跟大陆有一些复杂的关系，所以我认为9月应该会去而且传达的那个方向都是他会带企业代表团去那如果这样，你几乎可以预期就是中美的贸易战应该在7月会有一个结果了，因为总要有这样一个酝酿期，有一个铺陈，对，然后才有新的东西要去建立嘛。是，那川普就一直在宣传嘛，说中国已经答应我们要开放市场了，那到时候你就会知道是什么项目要开放了。那我认为美国最想要的是投资银行，可是中国不一定会答应那当然里面有2家是最有兴趣，一个是黑石，一个是贝莱德这个还不知道啦。那这个 Scarlett Johansson 这位女星她也来过台湾拍片对，露西对不对 ？Lucy 很多场景在台湾，我觉得她对广义的那个华人圈蛮有兴趣的对，大概喜欢中国餐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美国去大陆的那个青年参访团几乎都是亚裔，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刚刚也以为他照片放错了，因为一眼望去都是亚裔的脸孔，对啊，而且我认为绝大部分都是华裔对，你看到我们这样一眼放过去对啊，大概都是华人脸孔是啊，所以我说这表示白种人还是有点戒慎恐惧了。是吗？我认为是。我认为我在美国接触的感觉也是这样，就是对中国有兴趣的大部分还是亚裔。譬如说像辉达的黄仁勋，他是一定的那他本来就是人工智能，希望中美能够合作嘛。可是我是意思说，这种认识中国你除非是拿那个免签那6天去的，那是个人那就旅游。可是如果是组团的，我觉得白种人还是有点戒心因为他不要被人家点名。你说跟台湾的氛围一样吗？我觉得是美国的氛围，是美国的氛围，因为这个一定要等川普去过，那个氛围才会开始变。你说9月如果川普去了之后就大解禁了。我觉得美国人真的是这样，尤其这个是我就代表美国来的那他会想说回去人家会怎么说我？美国人还是有点敏感那就是跟台湾一样啊，回来之后有人会说你尤其你如果是在白人圈亚裔圈你当然比较没有这个问题了，是在白人圈我认为还是有，所以川普还是要去破冰简单讲是这样。所以会不会阅兵？有没有可能有这样的同框？可能不一定如果川普去，那就是不得了的事，因为普京一定会去。对啊，他答应了。哇，那这个不得了你觉得有可能3个人同框吗？如果中美2都去，那日本不吓坏了？而且3个人就站在这个阅兵台上那我认为对日本一起挥手对日本压力会非常大，因为就是这3个国家打败日本而且你不又联想到雅尔达2.0，对，那就会想说你们3个人要谈什么？是不是要谈势力范围如果这一幕真的发生那是全世界最大的新闻，最大的头条，也是历史画面我们进一下广告。
好，我们知道9月3号，对岸中国大陆要举行阅兵典礼，他邀请了普京，现在说也要邀请川普，有可能吗？我认为川普要去参加的可能性不高，很低，因为有3个因素。第一个，日本吃味了，对你这一去的话，日本马上吃味。日本1亿2千多万人呢，因为这3个都是这个跟在2次大战的时候对日本作战的。那因为苏联的军队进军东北，这个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3军，这个时候是在整个华北整个抗战8年呢。我们从这个卢沟桥事变开始算起的话，那还有美国太平洋战争，美国大兵死了20万人，因为跳岛战术他主导收复，一直到这个东京大轰炸，整个这样。那现在那一去的话，那就日本就吃味了。日本跟美国是有同盟关系的。第二个，川普一去的话，对中国大陆是大大加分呢。你看，连这个美国的总统都来了，那是不是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对中国大陆大大加分。你今天川普这时候送这个大礼包过去给中国大陆，那这样的话，美国民众会不会也吃味？会有这个状况，我认为会有一种政治效应。那另外一个从另外角度来看，首席的国宾是普丁，他一定是首席国宾，因为他先报名，对，而且跟中国大陆是他们这个战略协作、战略伙伴，上不封顶，你就是没有上限就对了。那这样子，川普一过来的话，当然三足鼎立，会不会感觉到好像是一种开罗宣言啊？开罗宣言又要来的感觉。可是有人认为，这个川普要去参加这个抗战胜利80周年，我认为可能性并不高。第二个，我们来看呢，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史嘉蕾的这个《侏罗纪世界》的这一个电影要到大陆上去首映。我认为这个按照整个来看的话，是因为我认为是市场效应，因为中国大陆14亿人了，我们知道以前的可乐都对，看到中国大陆那么的就卖可乐去，那时候中国大陆穷，他还卖可乐，那现在电影要进去了，那大家都要抢，怕能够看谁能够拔得头筹，赚大陆一笔钱，好这个样子赚个钱。第二个呢，中国大陆的消费文化，我认为这几年开始改变了，因为大家吃饱了，食衣住行穿的也 OK 了，住的也高楼大厦都出来了，现在干嘛变成寓跟乐？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休闲能力增加啦，休闲的这些经费，还有休闲的这方面的时间都多了。来看看洋片子是怎么样？那第三个我们知道就是我们所说到的中国大陆的信心来了，因为以前的时候没有这份信心，哇，那个以前都是样板，不要来，你一来的话可能会影响大陆这个老百姓的这方面的思维，可能会搅乱。那现在呢？可以进来，你来看嘛，就跟讲，都不要，就跟讲，不要签证，都落到大陆来看一看。是，那现在呢，也欢迎大陆的电影业啊，这个休闲业也从美国到中国大陆来，中国大陆也大家欢迎。所以我认为基于这3个因素，所以这个史嘉蕾的这方面的电影，大陆来首映嘛，来首映欢迎您过来。所以中国大陆的态度可能随着它经济的发展会更开放。是，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川普接受福斯电视台的访问，他说美中相处融洽。接下来他会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吗？请教老师。我觉得今年去的机会是有的哈，但是一切还是取决于目前的这个贸易谈判的这个进展。好，但是假设习近平川普去这个北京去中国大陆访问，我觉得9月参加这个纪念抗战的阅兵的几率还是比较低。那其原因大概刚才将军大家都有说哈，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其他的机会点啊，比如说，在10月底、11月初啊，因为川普有可能会参加 APEC， 今年的主办国是韩国庆州哈。那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哈，如果只是在韩国见了习近平，那这个意义就会没有那么的高。但是假设是顺着亚洲行到中国大陆，我觉得第一个是可以发挥比较平衡，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美国总统的亚洲行，假设他要去中国大陆访问，通常大概不会单点直接去中国大陆，通常会放在亚洲几个国家访问的一站。那假设这个站里面有韩国参加 APEC， 有去日本，基本上再去中国大陆也会比较平衡，让美国的这个传统的盟友大概比心里面比较放松。
那其他也没有人可以攻击到川普，那再去中国大陆，其实这样的做法也蛮像过去的美国总统，所以我觉得9月初去参加阅兵的机会还是比较低。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淡江大学战略所教授李大中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赶快来看看哦，赖总统的所谓团结时讲被大家批评的哦，不能讲一无是处，可是至少呢，太多谬误之处哦，可以让大家来慢慢的一个提出来讨论。包括我们看到文思格哦，他就指出有8大错误在第3讲的内容里头哦，简直是史诗级的灾难，包括历史事实错误，还有包括脉络过度的简化，还有引述的来源错误，实在太多了，还有不精准的描述哦。内容错误太多了哦，那到底是谁写的哦？那你写完之后有没有人来缴稿吗？哦，你先不要讲意识形态的部分好了，或者想法的部分，你的事实谬误之处都没有人去对吗？好，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个很多人帮他擦屁股，总统府的新闻稿每一讲之后都有一些删减的地方，包括我们看到呢，杂质说被删减了。还有呢，这个说制宪没有台湾人这一趴也被删除了哦。那也有人说，小编造反了吗？赖总统都说了，你把它删除是什么意思？就是打脸总统吧。那黄国昌呢提出，这个他说赖清德讲了一句话，让他毛骨悚然。哪一句话哦？因为赖总统把国会所通过的法案称作是违宪啊。黄国昌说，我听了毛骨悚然。他要当上帝呀，要当王，要当皇帝呀。一切都是赖清德说的算。那另外我们看到呢，这个包括吴思瑶也出来帮赖总统这个辩护哦。他说，总统提制宪没有台湾代表，他的意思是说0.8%哦，不足以代表民意。因为当年制宪这件事情，我们看到是2000多位嘛，这个所谓的代表，那台湾出席的是18位。他说18位台湾代表在2000多位的员额里头只有0.8%啊，所以不能代表台湾的民意，他认为不够充分。那网络上也有很多人说，那0.8%不是人嘛？也有人指出来，台湾的人口比例嘛，中国大陆当年的人口比较多啊，所以它是按照比例啊。那也有人说，你看我们96%的人都是其余人口，那你4%才是这个所谓的主体吗？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个子弟兵林俊宪也讲他说3讲出来之后，蓝白跳脚抓狂，害怕赖清德以台湾本土的立场来看待宪法，这是中国最害怕的，中共最害怕的。可是，在绿营啊，或者是所谓公民团体啊，侧翼里面也有人持一个反对的看法，就是劝赖清德不要再讲下去了多讲多错。包括温朗东就说，赖清德你赶快收手吧。可是也有人反对像是周玉蔻说要继续讲下去，他鼓励赖清德才能够导正被扭曲的错误资讯那周玉蔻是这样讲的，他说我现在很成功啊，超级成功啊不懂若干台派年轻学者和名嘴在挑3拣4什么，他觉得很好啊，好多人在讨论啊，所以不晓得这个周玉蔻是在害赖总统，还是在这个称赞赖总统。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包括黄伟哲，他是台南市市长嘛，今天他到台北挺大罢免，他聊了起啊呢，他跳舞，我们有看到这段画面吗？如果有的话，请导播让我们看一下这段画面他当场跳舞因为这个照片可能没有办法精确的传达当时的状况他跟着这个罢团啊，还有沈伯洋啦还有一些这个民意代表一起跳舞那看起来也是蛮认真的想要让赖总统看到他的努力。我们看到大罢免如果失败，赖总统要负全责吗？包括青鸟把大展宏图视为眼中钉现在只要有电视台有人在网络上 po 这一首歌就去检举，就去出征，说这是被中国洗脑。可是呢这个我们的心态这个可能就是有人认为就是井底之蛙的心态这个昭然若揭。而另外呢，我们看到有一些民调出来了像是黄伟汉就讲这个危机浮现，因为
赖总统的满意度2度死亡交叉。所以你以总统的身份挺大罢免，是不是某种程度会被民意给唾弃呢？另外，联合报的这个所谓的新闻的评论他说希望赖总统应该具结就是自己保证，如果大罢免失败的话，你应该要辞职，这样才能展现负责任的态度。来，亮哥怎么看？我觉得大家都会找到一些，就让这个事情就开始有这个造势流行的作用了。其实第一讲倒没什么了，那个台湾史的东西，大家不会那么快流行开。第二讲，我觉得那个打掉杂质，这个影响真的蛮大的。那第三讲，连那个基本史实都搞错可是我认为流行开的一句话是“多数决不等于民主”了，这个在民众党流行的特别广所以整体讲，我觉得就是让人家觉得，你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啊？这个是很严肃的事情，怎么会准备不周，随便到这种程度而且据我了解，他是亲自参与撰稿，亲自拍板，你也不要去怪小编如果他自己整个过程都有参与，谁敢跟他讲？现在谁敢跟他讲不一样的话？所以事后小编还删稿，我没有看过这种事了。这个在全世界任何的总统演讲，而且是620到726连续要讲10个演讲，这摆明就是大罢免造势嘛。这还有什么好狡辩的呢？你把国家10个重大问题的演讲刻意摆在6月20号到7月26之间，你的动机那么明显，你还要否认啊？那你在全代会讲什么？所有的公职要全面来支持公民团体，全代会约选这个时间召开啊。所以从头到尾就只有柯建铭说实话嘛。就这件事情，赖清德从头到尾都参与嘛。他说会大出场，然后大登场嘛。大登场，对，大登场2个啊，全代会，还有10讲啊。对。所以柯建铭都讲对啦，早就计划好了。对啊，所以还在那边虚伪的说，哎呀，公民团体未必能主导啦，都是你主导的啦。所以为什么人家会讲那个问题？说你如果大罢免失败，你是不是要下台啊？那总统没有办法下台，你党主席下台嘛？连这个责任你都不敢负吗？对不对？坦白讲，他要讲就去讲嘛，反正永远都会有马屁精、捉一扣这种人啊。坦白讲，那个温朗东会讲这个话，我是很意外了。温朗东平常不会逆着风讲话了，我觉得一定是危机非常严重。事实上，我最近在看翠哇，冒出非常非常多反罢免的年轻人。以前翠都是一面倒都是绿的啊，对啊，现在不是然后我就看到很多年轻人都说，本来对这个726的投票感到不乐观，说这么多人被罢，31个2阶段要罢6个，他们就觉得很忧虑那现在突然之间就感到到处都热起来了这个到处都热起来，就是大家都被他听得吓到了这个吓到有很多原因第一个是，你怎么这么会爱做仇恨动员呢？你动不动就要去扣人家帽子。坦白讲，他这个第3讲更严重的是，你怎么可以认说马英九见陈玉玲自称区长对，这不是事实。你连这个都不知道。马英九见习近平还互称先生，他会对陈玉玲自说是区长，这有什么逻辑啊？就表示他这个人仇恨心有多重他相信了就都不改真是可怕那我不知道你已经有多少已经对人家根深蒂固的成见了，你这种人怎么去做两岸的沟通啊？然后第二个就是会爆冲嘛，失控嘛。
然后讲错了历史事实也不出来道歉嘛。哎，蒋渭水说成1972、1927讲错了，然后南京制宪会议1946年，台湾为什么是22个啊？民进党你都不知道吗？吴思瑶你都不知道，才刚光复啊，怎么选啊？二战结束，所以为什么只有22个？我怎么知道你这些人是不是亲日本的？所以2000多个，台湾排了22个，就是把台湾当作国民嘛。所以蒋介石对台湾没有做汉奸的处理耶。是22还是18个？22个。22个，哦，我不知道后来为什么变成18。对啊，原地名额是22。OK。可是我跟你讲，台湾在这个抗日过程当中，有多少人去中国参战啊？蒋介石都没有处理，为什么？他把你当作国民嘛。所以你既然是国民，我当然要让你来参加制宪会议嘛。历史背景就是这样而且赖清德你所根据的中华民国宪法的源头也是这里啊。即使后来有增修条文，而且你还当过国大代表你还不知道？我跟你讲，如果他不知道，那就相当可怕了。那有一个更可怕的是，他知道，他故意说错，都很可怕。那不就是邪恶吗？那不就是邪恶？就是无知或邪恶，本来就是嘛。我认为他讲马英九是区长，还有南京制宪会议，他说台湾人没去，这都是故意的啦。如果是故意，就是邪恶啊。当然是嘛，就知道你这个人品格有多低劣嘛。所以为什么大家会被激怒嘛？我跟你讲，很多人被激怒，那本来你也知道，大罢免针对个别的立委，很多立委也没有什么大知名度啦，所以大家是没什么感觉可是现在变成是都是你赖清德，事实上我跟国民党曾经建议说，我们要不要弄个主题叫给赖清德一个教训？一开始很多国民党立委不要为什么？他说怕得罪他哦。他说到时候支持赖清德的都出来怎么办？怕激化这边。对，结果现在大部分的人都同意，因为发现赖清德激起的负面能量远大于他的正面能量。一开始是会怕，可是台北市的都非常愿意，就他们本来就知道赖清德是什么人嘛。是。那现在这个演讲完，台北市每一个人都这样讲。所以团结思想是让蓝营更团结，当然是这样，让反霸更团结。我觉得这个不叫团结，叫激怒。激怒，我认为是激怒。激怒了。事实上，不止国民党，还有民众党。民众党看重视的不是说他对中华民国马英九的扭曲，他们看重的是原来你这个人民主素养低成这样。是，有很多年轻朋友这样反映，对于一些民主的 ABC 民主的概念，感觉程度低落。来，将军，赖清德的这个团结思想，我认为只要总统出来讲话，一定要有3个原则。3个原则你要把握。第一个，一定要非常的正确，非常的严谨。你就总统了，一定这个3个原则一定要把握住。第二个原则，你一定要有正能量，因为洞见观瞻，大家都在看，都在听，甚至都在学。那你这个是一定要有正能量。第3个原则，你要有全民性，因为是全民的总统选出来的嘛，一定要有全民性。结果没有，你看正确性怎么会有这些其余人或者这些连那个制宪国大都搞错这些点点滴滴方方面面非常的多的历史的扭曲，怎么会有这个样子这个状况？这是不对的嘛。要有正能量，要多勉励，他没有，都在制造仇恨，都在制造分化，在激化对立。这个是非常不好的。我认为赖清德要改弦易辙才对啊。还有一个叫全民性要全班关照，不要有偏执。他非常的偏执，为了小编会做偏执。这个像这个制宪，在1946年、1945年2次大战才结束，抗日战争才结束。那是隔年1946年开始制宪。那在制宪才这1年当中。那个时候全国都在忙什么？全国都在忙复原，要整个恢复。那个整个的8年抗战，全部满面疮痍，遍地焦土，台湾百废待举，民不聊生，通货膨胀非常严重。因为日本离开的时候，把台湾的所有东西收刮一空，
你现在台湾民众一穷二白，台湾那时候所得的收入平均收入在1945年、1946年还不如中国大陆，因为台湾已经一穷二白了，是这个状况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状况，赖清德今天讲话，这个大罢免又把这个激化仇恨、激化对立，在这个状况之下，是不是要好好的去治理国政？现在国家的问题那么多，国事调堂，那个房价那么严重，自杀率那么高，环境的破坏，这种肺癌的这种罹患肺癌的这患病那么的高，那么多好方面的非常多的问题，还有火力发电，台湾现在热得不得了，好多问题哦。那这个方面赖清德都没有去解决，专门现在搞大办，花几十亿在上面，把这些钱省下来，照顾这些老百姓，照顾这些长照的老年人，照顾这些学童，让他们过得好点，照顾年轻人，给年轻人有创业的基金，要这样来做嘛。他一直搞大罢免，就为了个人执政，就为了6000个民进党的权贵政治分赃。所以现在总统府他这些写的这些稿，荒腔走板，都错误百出，非常的荒谬。我认为他应该早一点悬崖勒马，改弦易辙，就不要再讲了，是不是？好，来请教老师怎么看这10讲？对这个，当开始第1讲的时候哈，我觉得大家很清楚，其实就是跟罢免有关了哈，就是它是作为罢免的一个策应啊，开辟第2战场，希望有主动权，那媒体聚焦的效果，然后看时间的铺陈啊，大概最终讲就是接近这个罢免的前戏，应该就是个短期政治的操作。不过当时有一些朋友有说哈，其实仔细看的话，也许不止如此。如果赖清德想做的话，他做得够好的话，也许是个希望有个系统性的论述，从历史、法律、地理、文化去塑造一个新的国族的认同。一开始，但第2点是，但看了第2讲跟第3讲之后，又觉得说，真的是如此吗？如果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10讲，照理说你的时机点每几天抛一个，你的主题的设定，还有你的内容，还有照理说第2讲已经引起一些问题了，照理说应该要自动修复，可是看起来没有。如果说你的演讲内容里面牵涉到很多很专业的历史、法律，可是看起来你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撰稿小组里面没有这些人，那也很特别。所以说我觉得我还蛮同意，这整个看起来团结10讲之后，其他一个意料之外的效果是，让不是民进党支持者同仇敌忾，有被激怒的感觉。本来未必是会想要出来投票，因为这些反而出来投票了。那最后就是我觉得很明白，就是假团结之名了，没有任何团结功能。最后一句就是过去1、2年，我觉得听过团结凝聚是频率最高的。但是实际的做法完全背道而驰啊，在做分裂在做越隔阂越好。其实我觉得是结果马上就会知道，用历史用实际的数字来证明。对，结果在7月26号投票之后，很快就会知道了。